商小飞认为自己眼花了。站印出入都是坐着那辆劳斯莱斯的，还会有好几辆黑色的保镖车跟随，况且站印也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他们家没有人在管城中学就读。商小飞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到了海童的书店门口，他停了车，海童抱着洋洋出来。海童，你知道我来了。商小飞边下车边笑道，特意抱着洋洋出来接我。才不是呢，我是准备带洋洋去逛超市。商小飞走过来，伸手想抱洋洋，洋洋扭身就搂住海童的脖子，嘴里说道：我要小姨。海童解释，洋洋是在好转，但也只肯跟我们几个常带着他的。周家一家子都是人渣。商小飞没有抱到可爱的洋洋，忍不住又把周家人骂了一顿，然后问着：你姐和周渣渣离婚了吗？离了，昨天离了，分割财产也到账了，连装修费都讨了回来。那海童抱着洋洋往回走，商小飞来了，他就先不去逛超市。你这么早就过来，是不是鉴定结果出来了呀？只有商小飞一个人过来，不见商太太。可能是结果显示他和商太太没有血缘关系吧。鉴定结果还没有拿到呢，我妈明天中午去拿。我心情不好，来你这里坐坐，跟你们聊聊天，我的心情能好一点。我妈想跟着来的，我让我妈别过来，让我可以好好的发泄发泄。商小飞就痴恋战印多年，让他短时间内就放下对战印的感情，他做不到。他心里苦，心里痛，但不想在家里人面前哭。免得家里人担心啊。海童理解他，就他愿意跟海童倾诉。怎么了？海童关心地问道，出什么事儿了？你的脸色是不太好。那沈小军跟商小飞打招呼，梁姨则上前接抱过洋洋，让大少奶奶可以和商小姐好好说话。抱走洋洋后，梁姨还躲到一个大书架后面，给自家老夫人和大少爷发信息，告诉婆孙俩商小姐在店里。老太太今天没有跟着来店里，而是在小区里跟那些老先生们下棋。梁姨敢说啊，老太太只要连续下3天棋，就能在明苑小区杀出英名来。他们家老太太厉害着呢，活得也通透，是战家的镇家之宝。那沈小军泡了一壶茶过来，商小飞平时是不喝茶的，不过来了海童这里啊，他是卸下了商家千金这个身份的。海童和小军喝什么，他也喝什么。商小飞灌了一杯茶后，痛苦地开口：海童，战少真的结婚了。海童眨眨眼，你上次不是说看到他戴着婚戒了吗？怎么又说起战少已婚一事？商小飞就默了默后说道：我是看到了他戴的婚戒，可我心里还存着侥幸，认为他是故意戴着戒指让我对他死心的。那沈小军问他，现在你确定了战少真的已婚啊？商小飞点点头答道，战少发了朋友圈公布他已婚一事。这件事已经在管城上流社会引起了轰动，无数人都想知道战少的妻子是谁。现在媒体记者还在战氏集团和战家老宅守着呢，想获得第一手新闻。可惜啊，我来之前都还没有媒体报道出来，估计是还没有获得消息吧。海童啧舌，媒体那么关注他的婚否？沈小军和商小飞同时看着海童，海童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一直都不关注战少，觉得他离我们很远很远啊。既然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的，我关注他干嘛？有那个关注他的时间，我还不如多编织几盆发财树，还能多赚点钱呢。是小军喜欢听他的八卦，小军经常在我面前提及他，我才知道他的。商小飞，管城首富家的大少爷，又是战氏集团的当家人，他身份尊贵，又俊美非凡，只要是一直单身，都没有听说过他谈恋爱，突然间他就官宣他已婚，就是一时志起千层浪。娱记们自然想知道是哪家千金那么幸运，能嫁给战少为妻。别说娱记想知道，我们都想知道，可惜我大哥都查不到，不知道战家大少奶奶是何方神圣。商小飞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喝了2口茶润喉咙后，继续说道，我就最可怜，输的彻底不说，连输给了谁都不知道。
我是真的想知道，战大少奶奶有什么本事能让战少娶她，还把她保护得很好，不让外界打扰她。战少肯定啊，很爱她。那说到最后，商小飞觉得自己就是拿着一把刀，不停地捅着自己，痛呀，却又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我家战先生说过，他们家老总很宠妻的，不过他也不知道战大少奶奶是谁。可能海童看向沈小军，那商小飞不明所以，也跟着看沈小军。被两个人这样看着，沈小军狐疑：彤彤，你干嘛这样看着我？该不会以为我就是神秘的战大少奶奶吧？我告诉你哈，我听着战少的传说长大，但我连战少的面都没有见过的。我最接近战少的一次，就是咱们去参加宴会的那个晚上。你也知道的，战少身边保镖如云，我挤挤都挤不到前方去看战少的真面目。商小飞想到海童的闪婚丈夫是在战氏集团上班的，以为海童有第一手消息，忙问海童：你快说啊，小军是不是战少的太太？那倒不是。海童没想到两个人想象力比他还丰富，他就是晚了一点开口，两个人已经歪了楼。他忙道：我们想知道这战少的太太是谁，只能指望小军了。沈小军指指自己：我那连战少都没有见过，还能知道他老婆是谁？我要是知道，早就打电话给于记，卖第一手消息给他们，我还能赚一笔钱过年呢。与你相亲的那个人是苏南，我家那位说了，苏总在战氏集团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你跟他熟了，那从他嘴里套套话，咱们就能吃到第一手瓜了。商小飞侧身，一把扳住了沈小军的肩膀，摇晃着：小军，你快问问苏南，他肯定知道的，他是战少最信任的人了。沈小军被商小飞摇得都要晕了，他一边搬开商小飞的手，一边说道：小飞，我和苏总也就是相了一次亲，都没有下文，我问他，他也不会说呀。你居然和苏南相亲了？商小飞惊呼：苏南也是咱们管城最有身价的单身贵族呀。对于沈小军有机会与苏南相亲，商小飞没有怀疑，因为沈小军是土豪的女儿，那沈小军的亲姑姑又是张家的太太，平时上流社会的宴会，沈小军都经常跟着姑姑出席的。只不过呢，从沈小军在段太太的生日宴会上一躺，张太太就再也不带着沈小军参加宴会了，是海童的老公帮忙牵的线。海童笑笑，老实承认，我家那位的确是抱上了苏总的粗大腿。知道苏总因为工作太忙，还未婚，看小军合适，就大胆地帮苏总牵了一回红线。海童，你家那位也是厉害，能抱上苏南的粗大腿，怪不得他在战氏混得开。苏南是战少最信任的人，在战氏的地位比战家其他少爷都要高的。别说公司里的同事想抱他的粗大腿，连我们这些人都想抱他粗大腿呢。可惜他和战少是死党，战少不喜欢我，连带的苏总看到我也是远远的避开，让我想抱他的粗大腿都抱不上。苏总这么牛逼的呀？哇，连商小飞这样的千金小姐都想抱他的大腿。苏总的大腿都这么粗，那战少的大腿更粗了。海童想，谁能抱上战少的粗大腿，岂不是能在管城横着走？小军，你对苏总感觉怎么样？商小飞现在就想通过苏南获取战家大少奶奶的身份，让他死也死得明明白白呀。沈小军摊摊手，就那样吧，谈得来，但没有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要是处的话，也能处处吧。不过知道他的身份后，我觉得我高攀不起，还是离他远一点。商小飞说他，你既然觉得能处，为什么不与他尝试交往呀？他这个人，我从我哥嘴里听过不少关于他的，还是很靠谱的。苏南愿意与你相亲，也说明他的确想尝试着和你交往的。别说什么高攀不起的话，你们沈家资产也不少，北街半条街的商铺都是你们家的呢。你姑姑又是张家太太，怎么就配不上苏南了？苏南又不是苏家嫡系的，不过是苏家主看中的一名侄儿罢了。小军，你看我痴恋战少多年，虽说现在无望了，可也得让我知道我死在谁的手里吧。你跟苏总交往，帮我套套话嘛，
我就可以给你钱的，你就当做是拿钱办事。海童也呆呆地看着商小飞，他怎么觉得商小飞也想吃瓜，吃占少的瓜啊？如果呢，苏总主动来约我，我就尝试着和他来往吧。沈小军对苏南印象是挺好的。小军，我跟你说，苏南这个人，你能抓住一定要抓住，他真的很不错。你们要是能在一起，以后你想吃什么瓜都是第一手。海童扑哧的笑了。商小飞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后，也捂嘴笑。在公司里给战印做牛做马的苏南，总觉得耳朵火辣辣的。他忍不住用手机照相的自拍功能，看看自己的耳朵，果真红彤彤的。谁在背后骂我？苏南嘀咕一句，还骂得很厉害的那种，把他耳朵都骂红了。这放下签字笔，他起身走到窗前，往下看，看到守在公司门口的于季还在坚守着，嘀咕着，还真有耐心，昨晚就守到现在。那战印也是秀一回恩爱，秀得那么惊天动地，只是惊了别人的天，动了别人的地，嫂夫人那里还是岁月静好。战印对嫂夫人的保护就非常到家，公司里的人都见过了海童，但没有人敢说出去。战家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不管媒体记者怎么问，战家人都守口如瓶，没有人透露半句。今天整个管城上流社会的人见面第一句话，肯定是问：你知道战少的太太是谁吗？就连谈生意，谈到最后，客户们都会八卦地问两句：战少的太太到底是谁？苏南也烦，因为他和战印关系最铁，不少人都想从他这里获得消息。偏偏，他知道最多，却什么都不能说。那掷出这么大波浪的战印，却淡定的办公，该干嘛就干嘛。中午下班时，在一网保镖的护送下前往管城大酒店吃饭，依旧提前打电话给邹经理，让邹经理又给海童送几道他喜欢吃的菜过去，也请邹经理帮他去花店买了一束花，一并给海童送过去。唯一让战印意外的就是他在自家酒店的门口遇到了商无痕。商氏自己就有酒店，商无痕和战印又是竞争对手，故而商无痕几乎不会出现在管城酒店。今天呢，商无痕出现在这里，还陪着客户，想来是客户点名要在管城酒店谈生意吧。两位大总裁在酒店相遇，两个人都停了下来。那战印身后呢，是一班保镖，商无痕身后是他公司里的几位重要高层以及几位秘书，气势倒也相当。就跟在他们俩身后的人，在两个人遇上时，都下意识地顿住脚步。商无痕第一眼就扫向了战印的左手，那无名指上还真的戴着一枚戒指，不过不是战印发朋友圈的那枚金戒指。战印察觉到商无痕的视线后，大方地抬起了左手，伸直手指，让商无痕看得清清楚楚的。听说战总发圈秀恩爱了。商无痕开口，商总的消息倒是灵通啊，战总那么高调，我想不灵通都不行。战总这是又换了戒指。战印低手看看自己的婚戒，很大方地告诉商无痕，我家那位觉得金戒指不好看，我就给他换上了永恒钻戒。商无痕笑笑，你家那位眼光不错。战印戴着的永恒钻戒价值不菲。哎，战大少奶奶看来是个识货的，说明出身很好，就是不知道出自哪家，好奇死人了。商无痕在心里吐槽这个对手，不知道那位幸运儿是哪家千金啊。商无痕知道问不到结果，但他还是问了，妹妹想知道败在谁的手里。战印眼神深深地看着商无痕片刻，他说道，商总，这是我的隐私，我拒绝回答。就知道问不出来。商无痕倒也能接受这个结果，他好风度地笑笑，战总对你太太保护得真好，我娶她时就承诺过疼她爱她护她宠她一生。商无痕，战总真深情啊。他妹妹与战印终究是有缘无分，早就劝说妹妹放下战印的，妹妹不听劝，现在才会痛不欲生。商无痕在心里叹口气，要是战印会爱上小飞，他其实也会支持妹妹和战印在一起，并且愿意为了妹妹改变与战事不和的局面。
因为战印对待感情很专一，只要被战印爱上，那就是一生一世。如果战印遭到背叛，战印一辈子都走不出来的。商总也是个深情人，你家太太也过得很幸福。商总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是出了名的宠妻狂魔呀。提及自家爱妻，商无痕眉眼柔和，嘴角噙笑，说道：如同战总说的那样，娶她时承诺过爱她、护她、宠她一生一世。商总和你太太的感情让人羡慕，改天向商总请教如何成为宠妻狂魔。他们无法想象这两个不合的人坐在一起讨论如何成为宠妻狂魔的情景。商无痕笑道：战总现在已经是宠妻狂魔了，否则不会停下来和他说话。战印默了默后莞尔，然后朝商无痕做了个请的动作，说道：商总难得来一次，我请商总吃饭，商总赏脸不？商无痕看看自己的客户，对方马上说道：能与战总同桌吃饭是我们的荣幸，大不了他们只吃饭不谈生意呀。既然战总这么热情，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商无痕这是答应了和战印一起吃饭，心里想着果然掉进情网的人呢是会变的，他有生之年居然能被战印请吃饭，商无痕都想掐自己大腿一把，确定一下自己不是在做梦吧。战印今天太好说话了。两方人马聚在一起吃饭，这件事传出去，又让众人惊掉了眼镜。战少居然想向商总请教宠妻之道，让人对战大少奶奶更加的好奇。而战少宠妻之名也迅速的打响，吃了一整天战少已婚又宠妻的大瓜。海童晚上坐在梳妆台前，贴着面膜时，对战印说道：我今天吃了一整天你们老板的大瓜。战印哦了一声，若无其事地问道：什么大瓜？你不知道？海童扭头看他：你们老板官宣已婚了，但没有人知道他老婆是谁。小飞说，这件事在他们上流社会的圈子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战印，你在战氏集团上班，可有第一手消息？哎，你们老板娘是谁啊？听说媒体记者在你们公司守了很久，确实收不到消息，才无奈离开的。战印拖过一张椅子，坐在老婆的身边，看着她贴着的面膜，拿过面膜的包装袋看了看牌子，这是个很好的牌子，也贵啊。小飞送给我的，我很少用，今晚试试效果。闻言，战印蹙了蹙眉，说道：以后别用商小姐送给你的护肤品了，你习惯用哪个牌子，跟我说一声，我给你买。小飞送了很多给我，不用就浪费掉了。小飞是个女的，你连女的飞醋都要吃。战印伸手轻点一下她的脸，在你没有把我放在你心里第一位时，谁分走你的注意力，我都会吃醋。都不知道当初是谁说我不知道醋是什么味道。战印，你快说，你们老板娘是谁？战印好笑的道：你不是对我们老板的事不感兴趣的吗？也不能说是不感兴趣，是不会刻意去打听。毕竟我和你们老板是两个世界的人，你在战氏集团上班，都很难见得到你老板一面，我就不必说了，估计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见到他的，所以我懒得去打听他的八卦新闻。这一次是太轰动了，我才想着问一问的，主要是小飞想知道你们老板娘是谁啊？战印防备地问。商小姐想做什么？她是不是想对我们老板娘不利？海童瞪着她，不许你那样说小飞，小飞本性不坏的，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子，只是与你们老总有缘无分罢了。小飞说过，只要战少已婚或者有正牌女友，他就死心，绝对不会再纠缠下去。事实证明呢，他也是说到做到的。知道你们老总已婚后，小飞不知道哭了多少回，可他宁愿自己痛苦到死，都不愿意再去纠缠战少。就冲他这一点，他就胜过万万千千的人。海童叹口气，我还帮过小飞追求战少呢，还说他以后能嫁给战少，就请我给他当伴娘的。谁想到战少也真是的，已婚就已婚吗？早点公布出来，让小飞早点死心啊，害得我差点就成了帮助小飞当第三者的小人。
战印嘴角抽了抽，他和他结婚的时间也不长吗？以前他的确是个单身狗，现在呢，小飞想知道战少的太太是谁，不是想做什么，他是想知道自己输在谁的手里。战印沉默良久后说道：上次我就和你说了，知道我们老总私事的人只有苏总，不过我们老总宠妻倒是真的。哎，有多宠妻？总说他宠妻，列举些宠妻的例子出来，让吃瓜群众看看呀。战印张嘴，竟然无法接话。海童自说自话，不过他把他太太保护得这么好，能看得出来，他对他太太是真的很好。我是不知道他影响力这么大，今天吃了一整天他的瓜，才知道他影响力那么大。他不暴露他太太的身份也是好的，免得大家都维续他的太太。他的其他爱慕者在对他太太做些偏激的事，那就是伤害。战印重重的点头，是的，我们老总不暴露他太太的身份，就是对他的保护。却趁海童不注意时，抬手悄悄地抹了一把额上的冷汗。彤彤，你和商太太做的 DNA 鉴定快出结果了吧？战印就很果断地转移了话题，不想再吃自己的瓜。他也就是秀了秀恩爱，仅在朋友圈宣示他已婚，没想到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浪，让他老婆都吃了一天自己的瓜。小飞说明天去拿结果。战印哦了一声，很快又说道：如果结果显示你和商太太有血缘关系，你们肯定要再见面的。我可能无法陪着你去商家，我明天也得出差了。哎，海童抬头看他，我还以为你不用出差了呢。战印沉默地看着他，就知道他是盼着他快走的。哎，好怕他出差回来，他不记得他是谁了。订好机票了，几点的机？我送你去机场，明天我早点起来帮你把东西收拾收拾。海童觉得他很体贴的了，老公要出差，他给他收拾行李，送他去机场。上午10点35分的机，你不用送我去机场了。我上午还得回公司拿些资料，然后和同事一起由公司派车送我们去机场。海童哦了一声，那他还省事呢。等你和商太太的鉴定结果拿到后，给我发个信息，我出差期间会很忙，一般要深夜才有点时间看看信息，你只要发了信息过来，我都能看到的。好，结果拿到了，我会发信息给你。战印特意说自己出差期间要忙到深夜才有时间看信息，是怕海童白天给他打电话时，商小飞在场。对了，小军和苏总的事，我们俩要不要再推一推？今天小军知道了苏总的真正职位后，说苏总太高了，他高攀不起呢。战印，那是他们俩的事，让他们俩自由发展吧，我们只包牵线，不包生儿子的。海童笑笑，也是让他们俩自由发展，不过我看他们俩挺配的，希望他们俩能发展起来。那沈小军对苏南兴趣不大，那苏南也没有主动出击，可能是工作太忙吧。那沈小军感冒时，他倒是打了电话给沈小军，叮嘱沈小军多喝开水。要是沈小姐和苏总擦不出火花，我还有个好人选可以介绍给沈小姐。海童关心地问，那个人比苏总好吗？差不多的，不过苏总拳脚功夫比他厉害，那个人的拳脚功夫不太好，所以出入都要带着一班保镖，是我们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就是他家有点远，不在管城。战印想到的是君然，A 是风尘山庄的武少叶君博的亲弟弟。风尘集团在管城的分公司是由君然全权负责的。战印与君然打交道的次数比较多，了解君然，觉得君然这个人也很靠谱。不是管城的，小军可能不会考虑吧。你说的那位重要客户出入都要带保镖，就是个阔少了，小军不想嫁豪门的。战印笑笑，那他真是个阔少，沈小姐不考虑豪门的话，那就算了。其实沈小姐在别人眼里也是豪门千金了，他们沈家的资产并不少，沈家的财富是很多人干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只是管城的那些靠着拆迁富起来的土著们，并不觉得自己是豪门，他们依旧和普通人一样，天天骑着一辆自行车或者电瓶车去上班，干的工作呢也很杂，
有些人甚至是干清洁工呀、干保安一类的工作。他们呢还不爱打扮，出门时经常就是一双拖鞋走天下。谁能想到他们家里有很多楼房出租，那收租收到手软的人啊。那沈家就是这样的土著。还是让小军和苏总发展吧，我想他和苏总熟悉后能擦出火花的。从小飞那里听了关于苏南的一些事情后，海童就觉得苏南和沈小军是一类人，两个人都挺喜欢热闹的。苏南那里还能吃很多第一手的瓜。我问过苏总，苏总对沈小姐印象深刻，给她一点时间，她会行动的。现在快过年了，我们公司从上到下都忙得团团转的。苏总这种职位的人更不用说了，忙到放年假了。苏总就有时间处理一下私人感情问题啦。他出差期间，苏南德和奕晨一起坐镇公司，自是忙得团团转。海童呢，恩着，他也不想小军远嫁，要是小军能和苏总在一起，对战印也有好处，他能牢牢地抱住苏总的大腿，一路升职加薪的，为他们小家带来更大的财富。他这样有点像卖友求财呢。夫妻俩聊着做媒的事，海童敷面膜的时间到了，他起身进了洗手间。一会儿后，从洗手间里出来，他径直走到床前，爬上了床才蹬掉鞋子呢，往床上一躺，就拍着身边的位置对战印说道：“战印，过来让我抱着取暖，暖和了好梦周公去。”战印一脸黑线：“你这是把我当热水袋用了？热水袋还要充电啊？你不用充电，比热水袋耐用多了，也省事多。”他走过来，在他身边躺下，侧身面对他，伸手轻敲一下他的头。我至于你来说，除了能取暖，就没有其他想法了。我现在这样子能想什么呀？海童自动地往他怀里钻，说开暖气，你又说开着暖气太干燥。哎呀，受不了了，这几天特别冷，我只能抱着你取暖。就算关上门窗也觉得冷，主要是他的房间空间太大吧。我看过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冷空气持续南下。今年过年的天气是又冷又下雨。我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多穿衣服，别着凉了。知道了，我又不是3岁小孩，会自己照顾自己的。战印拥着他，习惯性的拿起他戴着钻戒的那只手，看到钻戒还戴在他手上，他放下心来，但还不忘叮嘱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你也不能取下戒指。知道了，我天天戴着，遇到张念生的时候，我就大秀我的手指头，行了吧？醋缸嘞，买一车白菜回来给他腌酸菜，保证够酸。记得天天想我哈。海童埋手于他的胸膛，咕哝着什么，战印听不清楚。海童睡着了，睡着还在说话，说梦话呢。战印失笑，低手在他耳边低沉的强调，一定要想我，别我出差回来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我记性没那么差吧，又不是刚领证那会儿。海童打了个呵欠，战印睡吧，你明天要出差，要休息好，睡足精神的。他撑起头凑过去，在他的唇上轻轻地亲了亲。老公晚安。战印眼神一下子变得深邃，他搂住了海童的腰肢，不让他再亲了他后就离开他，黑眸灼灼地锁着他俏丽的面容。他平时不化妆，一般都是素颜朝天，不过他很会保养皮肤，他的脸摸起来光滑光滑的，手感很好。他的美是很自然的那种美。战印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肯定了他的颜值，只是他见过的美人太多，所以初见他时没有什么感觉。彤彤，你刚刚叫我什么啊？他第一次叫他老婆的时候，他没什么反应。战印后来想想都有点郁闷，以为是自己叫他老婆时口吻不够肉麻，感情不够深，叫了2声就不叫了。当他叫他老公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像带着电流一样划过他的心田。战印，不是，你叫我老公了，那又咋的？你本来就是我老公呀。战印按下他的头，干脆用灼热的唇舌来表达他的感情。缠绵的深吻结束后，海童拿开了他放肆的大手，躺回床上，翻转过身去，说道：睡吧，很晚了。
战印声音暗哑：“你先睡吧，我去洗个澡。”说着，他掀开被子，下床就赶紧溜进了浴室。夫妻感情处于升温期时，不要深吻，让他差点擦枪走火。偏偏现在不是时候，大冷的天洗冷水澡，这滋味啊，酸爽呀。听到浴室里响起了哗哗的水声，海童调整了睡姿，平躺着，嘴里嘀咕着：“谁叫你贪心呀？”他深知现在不是时候，每次亲他都是亲吻，不敢太放肆。撩得丈夫洗冷水澡的海某人钻在被窝里，眼皮直打架，最终没有等到他家男人从浴室里出来，就先睡了。一夜无梦，天亮后却被一阵阵手机铃声吵醒了。海童懒得爬起来，用脚踢了踢身边的男人战印：“帮我看看是谁打来的电话，大清早的扰人清梦啊。”战印也被这手机铃声吵醒，他伸手去摸手机，先摸到自己的，看了一眼不是啊，才摸到海童的，然后看一下来电显示，说道：“是你姐姐的婆婆打来的。”他备注的就是姐姐的婆婆。海童从他手里接过手机，我忘记把他们这些人拉黑了。他姐就把姓周的一家都删得干干净净的。都7点了呀。海童自床上坐起来，边接听电话边对战印说道：“等会儿我给你收拾收拾，你去做早餐先。”有事？这是问着电话那边的周母。海童，你姐呢？叫你姐听电话嘞。周母语气很冲，一听就知道她处于愤怒之中。找我姐做什么？我记得我姐和你们家已经没有关系了呀。说吧，什么事？海童懒洋洋的。猜测是周母从老家过来了，然后发现了房子装修被砸，一气之下就想找她姐算账。这反应真够慢的。也怪不得周母现在才知道这件事。那天海林和周红林去离婚，办完手续后，老两口就坐着计程车回家了。本想隔天就搬过来住的啊。周红英的儿女呢，还要回校拿成绩手册，就多等了一天。今天小学部正式放假了。周父周母带上女儿一家大小，开着2辆车，载着大包小包进城来，打算留在市里过年。为什么大清早出门啊？周母也带着小心思的，想早点过来，带着叶佳妮给他们一家子做早餐。给叶佳妮一个下马威嘛。谁想到他们提着大包小包上楼后，打开门一看，吓得手里的行李都掉在了地上，以为自己进错了家门。反复确认了几次，才确定没有进错家门。那周红英当即打电话给弟弟。周红林这2天都在处理合作方突然取消合作的事情，焦头烂额的，压根儿就忘了要跟家里人说一声房子装修被砸的事。接到姐姐的来电，周红林都还没有回过神来呢。就知道父母姐姐一大家子都进城来了，周红林才记起这件事，把原因跟家里人一说，周母当即就打电话找海玲，但海玲把他们拉黑了，联系不上，才会找到海童这里来。你姐不在你那里？周母质问着。你姐什么意思吗？她把我儿子的家都砸了，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我们可以报警。海童冷冷地道：你儿子买回来的房子就是那样子的，我姐掏了40几万装修，你们不愿意退还装修费，叫嚣着让我姐有本事的就把将地板砖都撬走，怎么？现在我姐用她的方式要回了装修费，你们就受不了？周母她也住了几年的，我们没有收她的房租呢，她居然把装修都砸了。我姐给你儿子洗衣做饭几年，干着保姆的活，你们支付工资了吗？你们想跟我姐要房租，就从我姐给你们当保姆的工资里扣，你们还得支付一笔钱给我姐呢。房租可没有保姆的工资高。周母怒道：他们是夫妻，夫妻之间说什么钱？那时候他们也是夫妻，夫妻住在一起，收什么房租？周母被海童驳得气急败坏，脸色铁青，心口发痛，却无法再反驳。周红英伸手就从母亲的手里拿过了手机，对着电话命令着：海童，你立即马上的给你姐打电话。
叫他过来跟我们谈谈，他害得我们没有地方安置，他得补偿我们，给我们找房子，那找不到房子就给我们去酒店订房间。反正你姐从我弟那里分走了100多万，早知道弟弟有那么多钱，他就利用父母变着法儿多要点了。弟弟也真是的，存了这么多私房钱也不说一声。现在好了，便宜了海玲那个死肥婆，100多万呀。那周红英只要一想到就肉疼，那原本他可以变着法儿花到那笔钱的，现在都泡了汤，此刻就逮着机会想让海玲拿钱出来给他们订酒店的房间。